上周，全网都在为 Anthropic 捏把汗，以为他惹怒了五角大楼，即将面临生态断裂，被物理抹除的捷径。但是朋友们，我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就连白宫和五角大楼都严重低估了他们面对的对手。就在过去短短的几天里，剧情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惊天大反转。原本应该坚决执行封杀令的硅谷三大云巨头，也就是 Google、亚马逊，甚至包括 OpenAI 的亲爸爸微软，竟然史无前例地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顶着白宫的雷霆之怒，公然地对外宣布，除了国防部项目，其他所有的商业客户，他们接着昼夜，接着舞。Claude 大模型在我们的云平台上照常使用，绝不断供。这新闻一出，全网的科技媒体都在高呼，说这是硅谷良心发现，是科技巨头们有情有义，联手把 Anthropic 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这是一场科技向善对抗霸权的伟大胜利。别天真了，在万亿美元的资本牌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良心发现，更没有英雄救美的戏码。那今天咱们就带你彻底的撕开这层温情脉脉的公关面纱。巨头们拼死保下的根本不是一家初创公司，而是他们千亿级别的算力租金，是一张用来对付反垄断审查的免死金牌，更是整个硅谷云平台的商业主权。这不是一场热血的道德救援，这是一场资本对政治权力的精准、冷酷且绝对合法的商业圈禁。咱们先从一个全网都在当段子看，但真相却让人头皮发麻的细节说起。微软在宣布继续支持 Claude 的官方通稿里，写了这么一句极其扎眼的话。他们说，除了战争部之外，我们的客户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Claude。 战争部 Department of War 这句话一出来，外网直接炸锅了，无数大 V 和自媒体都在疯狂转发，说微软太刚了，这绝对是对五角大楼的公关嘲讽，是在阴阳怪气的内涵政府。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完全没看懂顶级科技巨头的法务团队的手段。我特意去查阅了白宫公开的行政令档案和联邦公告，真相是什么呢？战争部这个词根本不是嘲讽，它是绝对合法的。就在2025年9月5日，白宫签署了一份第14347号行政令。这份行政令白纸黑字的授权国防部，在官方通信和非执行法定文件中，可以合法使用战争部作为行政副标题。微软这步棋走得极其阴险且高明，他们在签几十亿商业合同的时候，严谨地写着国防部，但在拒绝执行全面封杀的声明里，特意用了总统亲自议批的战争部。这叫什么呢？这叫在名义上我跪得比谁都快，绝对服从最高行政指令，但在实际利益的切割上，我算得比谁都精。微软和 Google 那帮拿着千万年薪的顶级律师团，拿着放大镜把五角大楼这次下达禁令的法律依据，也就是美国法典第10篇第3252条，从头到尾扒了个底朝天。他们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这条法律虽然赋予了国防部拉黑供应链的权利，但有一个严苛的先决条件，最小干预原则。说白了就是五角大楼，你的手只能伸到你自己的军事采购里，你没有资格搞垮市场的商业联作。为了让你彻底明白巨头们这次的底气到底在哪，咱们对比一下历史。你还记得当年针对华为的 Section 889条款吗？那叫真正的企业级物理抹除。只要你这家公司的任何一个商业数据中心里用了一台华为的路由器，
哪怕这个数据中心只服务于普通老百姓，你也会立刻被剥夺所有美国联邦政府的合同，那叫全球无死角的商业绞杀，根本不给你留活路。但是这次针对 AI 的禁令完全不一样，在即将落地的 Section 5949半导体条款框架下，法律明确豁免了附带的电子服务，并且把使用禁令严格限制在了交付给政府的关键系统之内。所以微软、Google、亚马逊的法务官们冷笑一声，直接在白宫面前画了一条红线，国防归国防，商业归商业，你们五角大楼嫌弃 Cloud， 行，我们在政府机密云里把它卸载，这点面子我们给。但是你们想借着一纸行政命令变成商业规则，想顺手接管我们亚马逊 AWS 和微软 Azure 的商业主权，门都没有。巨头们比谁都清楚，如果今天因为 Anthropic 拒绝将其 AI 用于致命性军事项目，他们就得被迫在商业版里下架 Cloud。 那明天是不是因为某个商业软件的 CEO 骂了总统，他们就得把整个公司的软件全网封杀呢？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云服务商所谓的平台中立性就彻底的破产了，他们将彻底沦为华盛顿的政治打手，所有的跨国企业客户都会被吓跑。所以这根本不是在救 Anthropic， 这是巨头们在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把五角大楼的权利死死地锁在了在国防部的大门之内，这叫风险隔离。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庞大核心利益能让这帮平时恨不得把竞争对手生吞活剥的科技寡头，宁愿冒着惹怒美国政府的巨大政治风险，也要硬扛到底呢？咱们直接翻开他们最隐秘的核心财务账本，用最冷血的数字对撞一下。这笔账在华尔街叫做算力收租权，在普通的老百姓眼里，五角大楼那是超级甲方，手里握着几千亿美金的经费，随便漏一点出来，都够硅谷吃得满嘴流油了，谁敢得罪呢？但在华尔街的精算师和云服务巨头的 CFO 眼里，五角大楼在这个 AI 时代就是一个要求极其苛刻、流程极其繁琐、利润还极其微薄的甲方。咱们先看五角大楼到底能给云巨头多少钱。你肯定听说过那个大名鼎鼎的 JWCC 联合作战云合同，外面铺天盖地的新闻都说这个合同总价值高达90亿美元，听起来很吓人，对吧？但那只是一个画出来的大饼，在财务术语里叫最高支出上限，政府根本没有义务花完这笔钱，每一笔具体的钱都需要这几家巨头去重新竞标。真实的数据极其骨感，这个合同执行了这么久，到了去年下半年，实际落地的订单总额也不过才突破30亿美元，并且请注意，这30亿不是给一家公司的，是亚马逊、Google、微软和甲骨文4家巨头放在一个锅里抢的。你把这笔钱平摊一下，再折算成年化收入，一家云巨头每年从五角大楼这个旗舰项目里累死累活也只能赚个1.5亿到2.5亿美元。就为了这区区2亿美金，云巨头还得付出极其恐怖的隐形成本。军方的订单要求极其变态，比如你必须达到 DoD-IL6 级的最高机密认证，你得专门建一个物理上完全隔离的地下数据中心，近期维护的员工必须是拥有最高机密许可证的美国公民，连扫地的阿姨都得审查个祖宗3代。这种专门为军方定制的硬件资源闲置率极高，一旦军方不用了，根本没法转手租给其他商业客户。更要命的是，接这种活还会引发员工的集体抗议，
当年 Google 接了军方的 Maven 项目，核心 AI 团队差点集体辞职。你看懂了吗？五角大楼的单子就是一个重资产、低毛利，随时可能引爆公关危机的苦力活。好，我们现在转过头来看看，被五角大楼拉黑、被贴上毒丸标签的 Anthropic， 在云巨头的账本上是个什么神仙存在呢？朋友们，现在的 Anthropic 早就不是几年前那个在车库里写代码的穷酸创业团队了。他在刚刚结束的巨轮融资里，最新估值飙到了惊人的3800亿美元，而在官方官宣年化收入突破140亿美元后，仅仅过了几周，根据权威媒体这几天的最新爆料，它的真实年化收入其实已经逼近了恐怖的200亿美元。全球财富10强企业里，有8家是它的重度付费客户。根据华尔街最新曝光的内部测算， Anthropic 不仅预计在2029年前要给3大云巨头缴纳至少800亿美元的底层算力租金，更恐怖的是，巨头们还要从 Cloud 的商业销售里强行的抽起渠道过路费。单单是这笔吸血的分成，在今年就高达19亿美元，而到了明年，更是预计暴涨到惊人的64亿美元。这笔钱里，亚马逊甚至能独吞大约 50% 的毛利分成。你没听错，19亿美元的纯现金流，而且这笔钱还在以每年翻倍的速度疯狂暴涨。这哪里是一家初创公司，这分明就是云巨头财报里最肥美的那头黄金奶牛，是维持整个云计算行业2位数高增长的生命线。咱们具体来看亚马逊 AWS， 为了死死的绑定 Anthropic 这个超级大客户，亚马逊不仅砸了80亿美金的战略投资，更是在印第安纳州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 Project Ranion 超级计算机型。亚马逊往里面砸了整整110亿美元，部署了多达50万颗自研的 Trainium 2 AI 芯片，这个元器的总电力容量达到了恐怖的 2.2 巨瓦，足够满足160万户美国家庭的日常用电。这可是110亿真金白银的重资产投入啊！再看 Google 云为了接住 Anthropic 的海量算力需求，直接调拨了多达100万颗最新的 TPU 芯片，签下了一份被官方明确标注为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长期算力承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亚马逊和 Google 的高管突然失去理智，听了五角大楼的话，在商业领域全面封杀 Cloud， 会发生什么呢？这每年几十亿美金的算力租金瞬间灰飞烟灭不说，亚马逊那110亿建好的超级机芯， Google 那上百万颗 TPU 租给谁去呢？在财务上，这叫庞大的搁浅资产，一旦计提减值准备，华尔街的资本家会把 Alphabet 和亚马逊的股票直接砸到退市，上千亿美元的市值会在一夜之间蒸发。更让云巨头感到恐惧的是， Anthropic 也根本不是一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就在2025年年底， Anthropic 高调宣布，他们要砸500亿美元，联合一家叫 Fluidstack 的新兴基建公司，全美到处建自己的独立数据中心。这招太绝了，这就直接戳中了云巨头最致命的软肋。如果今天亚马逊和 Google 敢背刺我 Anthropic 不仅1分钱算力费都不给你们交，我还要用500亿美金亲手砸出一个 AI 原生超算帝国，直接抢你们云服务的饭碗。这笔账算到这里，底牌算是基本翻开了。一边是每年赚2亿还要处处受气的军工苦力，另一边是光靠渠道抽成就能狂揽几十亿，还能死死保住万亿云生态的超级金主。这根本不是什么艰难的政治战队，
这就是一道连小学生都会做的算术题。巨头们拼死护驾，其实是在保卫他们自己在这场 AI 工业革命里绝对的算力定价权和收租权。讲到这里，亚马逊和 Google 誓死保卫 Cloud 的逻辑已经非常清晰了，因为这是他们的摇钱树。但是在这场大戏里，出现了一个极其反常、让人完全看不懂的异类，那就是微软。按理说，微软可是 OpenAI 的亲爹呀。你想想，微软往 OpenAI 身上砸了上百亿美金，两家早就深度绑定了。现在五角大楼一纸禁令，要彻底封杀 Anthropic。如果 Cloud 真的被物理抹除了，那 OpenAI 不就顺理成章的又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了吗？微软应该躲在被窝里偷着乐才对呀。可是你猜怎么着？微软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冲在了最前面。第一时间在官方通稿里高调宣布，说我们 Azure 云平台上的 AI Foundry 绝对会继续无缝支持 Claude Opus 4.6 这些最顶级的模型，而且客户还可以直接用微软的消费额度来结账。这操作是不是彻底的把你看懵了呢？微软为什么要拼死保卫自己亲儿子最大的死对头呢？朋友们，这就是顶级商业枭雄纳德拉最阴暗也是最高明的一招战略阳谋。微软在 Azure 上力挺 Cloud 根本不是什么大度，更不是为了什么科技生态的繁荣。 Cloud 对微软来说是一张价值连城的反垄断免死金牌，是一个用来对付华盛顿监管机构的人肉盾牌呢。咱把视线从硅谷的算力账本切回华盛顿，现在美国的监管机构，尤其是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就是 FTC， 正拿着高倍显微镜死死地盯着微软和 OpenAI 的联姻。你别看 FTC 的主席从激进的丽乃汉换成了现在的安德鲁·福格森，看似政府换届了，但他们对科技巨头自我优待的打击力度不仅没减，反而更狠了。就在最近， FTC 甚至向微软的几个竞争对手发出了民事调查需求，专门调查微软是不是利用云平台的霸权收取高昂的退出费，或者故意排挤竞争对手。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微软借着五角大楼的东风，顺水推舟把 Cloud 从 Azure 云平台上踢出去，会发生什么呢？这无异于微软自己主动的把双手伸进了手铐里，然后把钥匙递给 FTC。 在美国反垄断法里有一个极其经典的判例，叫阿斯彭滑雪场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巨头，你突然毫无商业理由的终止了跟竞争对手的合作，哪怕你是宁愿自己少赚钱，也要把对手彻底挤出市场，那你就是赤裸裸的非法垄断，违反了谢尔曼法的第2条。微软的法务团队太清楚这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了。如果今天他们封杀了 Cloud， FTC 立刻就会把微软告上法庭，指控他们利用底层云基础设施的瓶颈搞产品大售，实施单边拒绝交易。这可是要面临公司被强制结构性拆分的灭顶之灾啊！所以你现在再去品一品微软官方通稿里写的那些词汇，什么赋予模型选择权，什么开放的创新平台，什么互操作性，这哪里是写给开发者看的公关稿呢？这分明是写给 FTC 法官看的呈堂证供。微软必须把 Cloud 供在 Azure 的货架上，而且还得让它活得好好的。因为只要 Cloud 还在 Azure 上大把的赚钱，微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指着它，对 FTC 的调查员说，长官你看，我们绝对没有垄断，我们这可是个中立的公用基础设施，连我们 OpenAI 最大的死对头都在我们平台上活得这么滋润呢。这就是底层逻辑。Anthropic越繁荣，
微软面临的反垄断拆分风险就越小。这叫花别人的钱买自己的平安，这就是资本博弈的最高境界。好，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彻底拨开了这场大戏的政治和商业外衣。但是大家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技术疑问。最近有权威媒体的独家爆料里，有一个极其讽刺的细节。报道证实 Anthropic 的模型实际上已经被军方用于某些敏感的海外情报分析中了。这也是整件事情最荒谬的地方。五角大楼一边在报纸上暴怒地宣布封杀 Anthropic， 把它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另一边在真刀真枪的实战情报战中，美军却依然暗中依赖着 Cloud， 一边骂你，一边却又离不开你。这新闻一出，很多普通企业老板和开发者直接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既然美军在用 AWS 和微软的 Azure， 我也在用 AWS 和 Azure 在存我的电商数据，跑我的商业 AI 模型。那这种涉及海外高敏任务的绝密军事数据，会不会顺着网线跑到我的服务器里来呢？如果海外黑客发起网络反击，去破坏商业云数据中心，那我的商业数据会不会遭到毁灭性的牵连呢？这种数据污染到底存不存在呢？如果你也有这种恐慌，那说明你对现代超级云巨头的底层架构还是不够了解。那今天我们就用最硬核的技术原理解释给你听，为什么这种交叉污染在物理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你以为云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所有人的数据都在里面游泳吗？不是的，在处理最高级别的国防数据时，云架构根本不是一个池子，而是两条在物理和逻辑上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管道。咱们先说物理层面，在处理那种最高级别战略任务数据的云，叫 DoD-IL 6级机密云，比如微软的 Azure Government Secret， 这种数据中心跟你在中东、在欧洲看到的那些商业数据中心根本不在一个半球，它们仅限设在美国本土，而且必须符合情报社区的 ICD-705 防篡改标准，里面连扫地的都必须是通过最高安全审查的美国公民。所以针对海外商业设施的物理打击，连国防云的一根网线都碰不到。更绝的是网络层面的隔离，这种 IL6 级的机密云实行的是绝对的物理隔离，也就是安全界常说的 Air Gap。 说白了，它根本就没有连上我们平时用的公共互联网，它是一个绝对的暗网，只通过国防部专用的机密路由网，也就是 SIP-net 进行数据传输。商业云里的任何路由表都找不到通向机密云的入口。既然绝对物理断网了，美军的 AI 靠什么获取外界的卫星云图和开源情报呢？如果商业环境被黑客投毒，又怎么防止有害数据逆向的流向军事系统呢？这就必须祭出一项堪称物理级魔法的精工黑科技——数据二极管 Data Diode。 这可不是你电脑里装的那种软件防火墙，这玩意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硬件。在需要把外界的商业数据传进机密网络的时候，双方绝对不用普通的网线或者双向光纤，他们用的是数据二极管。这个设备绝就绝在它的发送端，也就是连着商业网络的那一头，只有一个发射激光的元件，而它的接收端，也就是连着军方机密网络的那一头，只有一个接收光信号的元件。军方那一头的硬件上被人为的物理的把发射光的电子元件给抠掉了。你听懂了这背后的物理意义了吗？因为高密测根本没有发射光的物理能力，所以数据只能像单行道一样从商业端流向军方端。
军方内部那些关于前线行动的绝密指令、目标坐标，哪怕黑客技术再顶尖，它也无法违背光学的物理定律，让光信号倒流回商业网络。所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你的商业数据被极其严密的身份控制平面、物理气息、单向光阀以及 CPU 底层的机密计算内存黑盒死死地保护着。这两条管道在云巨头的设计里是永远平行的宇宙。朋友们，讲到这里，这场震惊全球的硅谷大地震，所有的底牌算是已经被我们扒开了。让我们回到3月1号，我在上期视频结尾留下的那个悬念，SRPIC活下来了吗？是的，他活下来了。五角大楼的雷霆震怒没能弄死他。那张致命的供应链风险标签，在云巨头精密的法律拆解和百亿算力账本的护航下，沦为了一张只能在国防部大院里生效的废纸。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是科技理想主义的胜利，那就太悲哀了。经过这一周的极限拉扯， SRPIC 确实保住了不涉足致命性武器的底线，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哪怕 SRPIC 刚刚砸下500亿美金，试图建立物理上的独立帝国，但在美国国家机器的碾压下，他依然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以硅谷巨头的算力账本死死地绑定。他这次能活下来，不仅是因为他的技术足够强大，更是因为他恰好地踩在了 Google 和亚马逊不可舍弃的1000亿沉没成本上，恰好成为了微软对付反垄断审查的人肉盾牌。五角大楼夺走了他手里的剑，而华尔街却又顺手地给他套上了一条纯金打造的项圈。看似风波平息，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道保护墙是建立在巨头们的恩赐之上的。当未来的某一天，政治的压力大到超过了商业利益的临界点，或者当反垄断的警报解除，微软和 Google 都不再需要这面盾牌的时候，这堵墙还能挡得住吗？在这场万亿资本与国家机器的零和博弈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是保住了底线的 SRPIC， 是赚得盆满钵满的云巨头，还是那个在暗处默默修改游戏规则的超级权力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我们一起聊一聊。最后别忘了点赞、评论、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再见。